周星驰拍戏是这样的，导演只要给他800万片酬，再让他颠成名场面就可以了。而周星驰想的就多了，一个字，绝。谁能想到这部由张国荣、周星驰、黄百鸣、张曼玉、吴君如、毛舜筠6大主演全员发癫的剧，还没上映就遭到蒙面歹徒入室抢劫，但实际拿走的却是花絮底片。拍摄30天一上映就获得近5000万票房，年度票房第2，香港贺岁喜剧的巅峰之作，当初却差点开不了机。对了，医生，他会有些什么病症啊？他的病症包括了这个精神分裂，谁淫荡啊，你淫荡，谁淫荡啊，我淫荡，有犯罪倾向。现在是抢劫，把内裤脱下来，不是要钱，是要内裤。什么？居然不穿内裤？夜景前紧张啊！谁给你胡啊？当初在筹拍《家有喜事》时，导演高志森最初计划由周润发、林子祥和制片黄百鸣组成3兄弟，大哥花心老公，老二娘娘腔，老三花花公子。但由于周润发提前就答应了另一部贺岁片《我爱钮文柴》的拍摄，而档期冲突婉拒了出演。林子祥原本还答应的好好的，哪知就在拍摄前几天，林子祥远在美国的房子着火，他要马上赶去處理，直接割了。最初《家有喜事》嗰陣時咧，就係3兄弟係林子祥、張國榮同我噶嘛，咁點知係間屋燒咗，咁燒咗咪死啦！咁揾邊個咧？咁啊揾我舊拍檔啦，周潤發啦。點知佢已經食咗對家茶嚟，仲要同我打對台。邊部啊？嗰度叫做咩柳文茶。柳文茶。這可把黃百鳴差點給急禿了頭。這時他就想到了張國榮，但那時張國榮還在國外度假，雖然希望不大，但只能破罐破摔，讓導演高志森去加拿大請張國榮出演。原本還愁到底要找誰的黃百鳴，哪知第2天就接到了高志森的電話，說已經搞定，下周回國。那次我去加拿大去找他回來演《家有喜事》，黃百鳴叫我飛過去，我跟藝人拍導演我飛過去，請他回來。結果呢，他非常開心見到我們，而且立刻就答應回來。原來當時張國榮已經在全球大火，即便是在加拿大度假，還是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兒，而且自己的住所竟然成了一個打卡景點，竟然隔3差5的就來一個旅行團，對着他的房子就開始拍照打卡。看到高志森的到來，張國榮像是看到了救星，馬上跟着他回國了。因為呢，他說上個禮拜開始，每天我早上游泳的時候，7點多鐘游泳的時候，外面傳來聲音了，我們譚總下車了，這裡是張國榮的家，我們來到張國榮的家的外面，張國榮就住在上面，有可能你們在窗口跟看到他，跟他打招呼，我們看網友下車了。而最後一個人選黃百鳴就看中了雙周一成的周星星，但哪知一上來周星馳直接就報價800萬。要知道之前他的片酬可一直是300萬，張國榮的片酬當時也才300萬，黃百鳴卻直接一口答應了，連價都沒還，真是一個敢要一個敢給啊。至於為什麼周星馳敢要那麼多，有人說是因為當時周星馳1年8部電影太累了，想休息一下，原本是想用高價勸退黃百鳴，但哪知黃百鳴會一口答應，直呼開價開少了。而為什麼黃百鳴敢給這800萬，黃百鳴採訪時就提到，當時已經臨近年底，錯過這個機會可能就沒有了，電影也可能泡湯，而且身價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，是由市場說了才算，周星馳就應該值這個價。個演員嘅片酬唔係我俾，係個市場俾嘅。仲有一個，如果佢肯做貴，我都會做請你周星馳。不僅如此，原本是讓張國榮演老三花花公子，星爺演老二娘娘腔，可星爺說打死不演娘娘腔，而且要和張曼玉搭戲演花花公子。就在雙方爭執不下時，哪知張國榮看完劇本後，一下就看中了娘娘腔這個角色，而且指名道姓要和毛舜筠搭戲。你可能要問了，為什麼張一定要和毛舜筠搭戲？那是因為當初張國榮和毛舜筠還有過一段感情，甚至最後張國榮還和毛舜筠求婚，但這個突如其來的求婚把當時還是17的毛舜筠嚇壞，才分開，之後就沒了聯繫。到最後3個人都如願演到了自己想演的角色，而且拍攝過程中異常順利。雖然這3對人是分3組拍攝，但拍攝時他們還是不斷內卷，時不時就要問導演哪組拍得更好笑，有沒有其他組拍得好。所有演員在現場都在集思廣益，想搞笑段子加進電影。你們兩個一點道德觀念都沒有，還談什麼貞操嘛？你為什麼不結婚？生孩子才痛了嗎？而且張國榮也把自己打麻將的愛好編成劇本，加了一場戲，完全可以說是自己寫劇本自己拍。這是你沒有的小雞，服了，對的服。還有周星馳演的花花公子被張曼玉抓到的那場戲，原來的劇本就是直接被抓，但周星馳覺得缺少喜劇效果，就加了一場把曼玉勸走後的空戲。我來吧。
因为觉得现场导演和演员都太颠了。制片人黄百鸣想要阻止导演，但哪知张国荣和其他演员联合，常以叫外卖、喊奶茶等方式拖延其到场，确保导演演员们的创作自由。不得不感叹，《家有喜事》能变成喜剧的巅峰之作，少不了演员的即兴发挥和导演开放的自由创作，这才有了造梗无数、家有喜事。可以说，把这几个明星集合在一起，绝对是黄百鸣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